有时候累了不想干活了，就拿起剪刀到菜园里边修修剪剪，非常解压，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。我感觉做园丁还是更快乐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在菜园里面最快乐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猜肯定好多人会觉得收获最快乐，付出获得回报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快乐的。不过对我而言，这一进入到夏季就不停的收获，瓜果蔬菜收也收不完，就有点麻木了。今年的西瓜、甜瓜和西红柿，我感觉给鸡鸭鹅吃的比给我们人吃的送的都还要多得多。这无花果树呢，在我这个区域，一到冬天，它地面上的部分就会被完全的冻死。春天的时候，又会从根部重新发出枝芽来。这些枝芽长到秋天，也就是8月份的时候，也能长我这么高，上面也可以挂很多的果实。按说它地面上的部分，如果冬天的时候不被冻死，春天发出芽来的时候，那些芽就会带一些春果，夏天的时候就会成熟。而我这些呢，因为是从根部重新长出来的，所以就错过了春天结果的那个机会。不过后来也会结一次果，这就是秋果了。这些秋果呢，因为结的时间太晚，所以我想要保住它的话呢，就要尽量的把它这些尖儿给它去一去，这样的话能让营养更多的供给给这些果实。我把每一个尖儿都给它去掉。还有最高的这个。哦，这个尖儿我以前应该是掐过一次。这无花果一剪呀，它上面就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来，不过晒一会儿应该就好了。看看这里更明显，上面的果实其实还是不少的，但是留给它们长大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。每一根侧枝上面都能长出不少的果实来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每个叶片的中间的地方都会有1个到2个的果实。这个品种的无花果树呢，按照它的说明，最冷也就是到7区这个范围了。我当时是没找到更耐寒的品种，所以就勉强的种下了。如果你在6区或者是更冷的区域，那可能还得好好找那些更耐寒品种。其实我种这一棵呢也是比较尴尬，因为它最冷到7区，所以冬天的时候时常上边呢就会被冻死了。我今年试试吧，看看给它上边堆一点麦秆，给它保暖，看看能不能把上面的部分保住一些。这还有一棵小一点的，当时种的时候它就个头小一些，后来又被这棵野桑树挡住阳光了，所以生长要比刚才那一棵慢一些。我回头找机会应该把这棵野桑树给它砍掉。这棵是蓝莓，蓝莓通常没有太多的要修剪的，我通常都是结过果之后，把结果的部分这些结果枝给它稍微的剪一剪，还有把那些干掉枯掉的枝子给它剪一剪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是长得太高太旺盛的，可以给它剪一刀，促进更多侧枝的萌发。不过这棵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。这棵呢，以前是剪过一次了，再来看一下，把这种病叶给它剪一剪，枯枝。这棵种在大地里边的蓝莓，当初也是因为不小心喷了溶剂，上边的叶子很多都死掉了，还有一些枯枝。我给它重新修剪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促进更多的枝叶萌发。这个品种的蓝莓是 Early Blue， 不知道是因为它太弱小了，对溶剂太敏感，还是说就是这个品种的问题。看周围几棵其他的蓝莓，当初也是喷了点溶剂除真菌的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也算是吸取教训吧，以后给蓝莓除真菌的时候，我就只用硫磺粉，而不用有机溶剂了。其实像葡萄也是，大部分品种可能喷溶剂都没问题，但是你很难去找那些有问题的，到底哪些对溶剂敏感，所以干脆就能不用就不用吧，反正硫对这些也是有效的。到桑树了，这桑树这条枝干是当初被鹿啃过之后唯一幸存的那一条，已经长这么高了。我现在想把它从这个地方剪下来，这样能够促进它这个枝干长得粗壮一些，否则的话长得太细都弯下来了，没法弄。其他的我就暂时先不动了。这棵树当时被鹿啃的还是比较惨的，枝叶几乎都啃光了。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，看看还是这种嫩绿色的。我就等到冬天叶子都落光了，看看树形，再把小枝修剪一下，再把个别的枝短截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西红柿笼子我还是把它给插回来，保护这棵树，说不定哪天鹿又会回来把我这棵树给啃光。这山楂树啊，在我这个区域还是挺难种的。看看这种断掉的树枝，
枯掉的叶子，还有叶片上边大量的这种锈斑，都是严重的真菌感染的痕迹。我前几年都是想办法用有机的方式去处理，比如用有机溶剂啊，用这种硫磺粉呀去给它喷，根本就不起作用。所以这棵树在这些年基本上就没怎么长，都是被这种锈斑病给影响了。今年是实在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了，我前一阵子就用了 Manzocop 这种化学的药剂给它处理了一下，还真是非常管用啊，比有机的效果要强多了。我估计明年春天的时候，还有秋天的时候，我还是得用这种方式给它处理。现在呢，其实也没太多的工作要做，就是把这些断掉的枝子给它修剪一下，还有这些枯掉的枝叶都给它剪一剪。这些枝叶啊，不是因为真菌的缘故，这是被鹿给我啃光的，还有那边那条。所以这棵山楂树也是挺惨的，被鹿和真菌双重打击，基本上就不怎么长。看看这种干死掉的真菌孢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很多芽点在处理完真菌后，都已经开始发新芽了。如果不处理，这些芽点会直接枯死掉的。再看看叶片上边这些曾经被感染过的痕迹。这山楂树啊，就是我这个区域受真菌感染影响最严重的果树了。其次就是苹果树，还有梨树。再喷一下酒精。看看这些枯死掉的叶子，其实也没太多可剪的，就是把枯掉的枝叶给它稍微的修剪一下，也没有太多的枝叶了。这儿有一个向外侧生长的芽子已经冒出来了，我就从它上边这地方给它剪掉。其实梨树的那种火蚁病也是相当严重的，不仅这些叶子都会干枯掉，新长出的芽点会直接死掉，还有这种小侧枝，甚至连主干枝都会干枯掉。但是我觉得相比较山楂的这种病症来说呢，那我觉得还是山楂的这个疾病更严重。所以说呢，果树种植啊，不能像是蔬菜种植那样一味的追求纯有机，有的时候该给它处理，还是得要用一些化学的药物给它处理一下的，特别是严重的真菌感染。这山楂树的根部也是挺容易滋生这种小芽的，这种发现的话就及时的给它掰掉。另外这棵下边也是有一点，也给它直接掰掉。这桑树叶也不知道鸡鸭吃不吃，要是养蚕的话就好了。好像他们没什么兴趣。到枣树了，这今年春天新种的枣树，才几个月的功夫就长这么大了，长得还真是挺快的。现在也没什么要修剪的，而且8月份也不是适合果树修剪的季节。不过我们还是有些工作要做的。我得把枣树底下根部长出的这种芽子给它揪一揪，我们能给它揪断或者掰下来的，就这样给它掰下来。如果太粗的话，就用剪刀剪。像这种底部长出的侧枝也都给它剪掉，这样的话才能刺激上面的部分尽快的生长。枣树的串根还是挺厉害的，看看离枣树这么远的地方都长出这种小枣苗了。我把它剪一剪，只留1颗，把这颗留下来，让它长一长，将来给它挖出来栽到花盆里边，将来可以作为嫁接枣树的砧木用。这种也是下边长了好多好多的这种侧枝，把它剪下来。看像这种都已经长这么大个了，剪下了不要了。这棵枣树啊，它的树形长得不是特别好，我把这儿稍微的给修剪一下。哇，还挺扎的。回头我再插一根立柱，然后把这一个枝头这样绑一绑，就让它作为主干继续往上长了。其实这些枣树啊，各方面都还挺好的，不生虫不生病，就是枝上边的刺儿太多了，剪下来这些枝还得给它拿走晾干之后给烧掉，否则的话容易扎到小朋友。现在到这棵飓风葡萄了，我就是过来看一下，其实没有什么需要修剪的，就等到冬天进行一下冬剪就可以了。其实这棵飓风葡萄，我在它生长的时候是随时的都会给它做掐尖处理的，就是想让它的主干还有我预先想保留的这种侧枝，让它长得粗壮一些。看看现在达到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我记得春天的时候，我给这棵飓风葡萄盆栽，那个时候葡萄还小，我就随手找了一些木棍给它绑枝。当时有朋友留言说你这花盆挺好看的，但是这些木棍实在是太丑了。其实这都是临时性的，没关系。看看现在我把它拔下来，用这种比较好看的木棍插上来，这是不是就稍微的好看一点了？其实随着它的长大，我们随时都是可以调整的。
而且我这个也比较高，将来等它长大之后，就可以在盆栽的基础上，让它尽可能实现立体种植，能多结一些葡萄了。这还有2个这种立柱，也给它拔下来。这拔下来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给这一颗小的巨峰葡萄用上了。哎。这颗小巨峰葡萄啊，也是挺传奇的。去年我不是盆栽了4颗巨峰葡萄吗？其中有1颗是放在车库里，就是那一颗，它现在就长得特别好，特别大。另外3颗是放在了外边的大棚里边，它整个冬天过了之后，其实是上面都给冻死了。然后春天的时候，另外的2盆冻死的，它下边其实长出了小苗，但这些小苗很快又被兔子给我吃掉了，所以就完全死掉了。这一颗春天的时候也没发芽，但是后来呢，等那2颗都死掉了，又过了一阵子，我看后边长出很小很小的小芽了，然后我就给它保护起来了。结果没想到到了8月份还真的活过来了，确实是经历很传奇呀。哎，绑好了，我把它底部滋生出来这些侧芽给它剪掉，这个也剪掉，还有之前干枯掉的这个枝子也给它剪掉了，这样能让它营养更多的供给主干，让主干长得更粗壮一些。我再把这些滋生出来的小侧芽的尖儿也给它打一打，然后是主干的这个小嫩尖儿，我也给它掐掉，这样的话能让它更多的营养都集中在长这个主干上边，能让它在入冬前变得更粗壮一些。我还是给它放回到原来的这椅子上。我放在这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兔子又会扒到这个上边，把我这个杆儿给它咬断了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这种菜啊，种树啊，还真是挺不容易的，整天就跟这些鹿啊、兔子呀之类的斗智斗勇了，真是道高1尺，魔高1丈啊。接着换上电动的工具了，这种修剪器其实应该在开过花马上就修剪的，也是因为菜园的工作太忙了，拖到现在了。我居然是拿了一块没有电的电池。这算是真正的园丁工作了哈，这种活其实还是挺轻松简单的。行了，这就修好了，感觉就像给人理发一样，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轻松解压的。活干完了，去摘个西红柿解解渴去。好多西红柿啊，因为水大都有点裂口了，但是这种摘来解渴应该是挺好的。看这面在阳光下照着，还是相当的漂亮的。啊，这西红柿太大了，都不知道从哪下嘴了。哇，酸酸甜甜的，真是特别好吃啊！